我们12月的时候坐了一次游轮，然后这个游轮是从新加坡出发嘛，所以就先飞到新加坡，前后在这里一共待了2天的时间。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在新加坡玩了什么，吃了哪些美食。落地当天呢，我们来到了一家熟食中心，叫 Maxwell， 当地人也管这种地方叫 Hawker Center。这家呢是以海南鸡出名的，米其林推荐的餐厅，天天海南鸡饭就在这里有摊位。但我们当天来的比较晚，所以它都关门了。我们就随便叫了一家，这是一家其实是粤式的清蒸的鲈鱼，那个鱼特别的新鲜，所以还蛮好吃的。然后这是当地特色的果汁店，我们叫了一个它特色的什么青柠水，然后还有一个红毛榴莲好像叫。在这里你要收拾盘子，如果不收拾的话可能会被抓进去哦。第二天上午呢，我们就来到乌节路这边，这边呢就是新加坡的购物中心。但我感觉这边很多建筑其实都挺有年份的，我觉得特别像就是北京的那个建国门那一片儿。这边有一个比较新的商场，就是这个 Iron Orchard， 里面餐厅也比较多，比如说那个早餐店啊、亚坤啊，还有珍宝海鲜这边都有。所以如果你赶时间的话，其实你就逛这一间就够了。这个我们叫了西多士和蒸的面包。然后2份都是配这个半熟蛋的。这个我们就是偷偷学到的，就说这个半熟蛋是要加这个酱油和白胡椒，把它们都搅和在一起。这个蛋其实是完全不腥的。如果你不搁那个酱油和白胡椒的话，其实也蛮好吃的。这个就是那个西多士，然后我旁边有一个，这个就是它那个特色的咖椰酱，可以蘸着它吃。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面包就是放到这个蛋里面裹着吃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的吃法。然后我们这个一个是姜茶，还有一个是姜奶，没有叫烤坯，因为分不清楚。但其实它这个亚坤的菜单上也给你写了说具体是什么，所以你不会叫也没事儿，其实。最后大概是人均7新币。吃完早饭之后呢，我们就来旁边的超市逛一逛，发现这边有很多就是我在香港没有见过的饮品。这个叫100+ 的东西是什么呀？我后来在新加坡经常见。还有这个特别的可爱，它是益力多，然后它是有5种不同的味道。Apple, orange, grape,
哇悠悠，哇悠悠。然后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万宁，因为它配色完全一样，而且它还是万悠悠。但为什么这边的外名叫 Guardian 呢？旁边还有一个美式广场，我们又叫了一杯饮品，这个是甘蔗酸梅汁，这个后来是我觉得最好喝的，因为它酸酸甜甜，然后特别的解渴。这个松发是做肉骨茶的，但它这边还有一个这种潮汕的这个果汁，这个是叫酿豆腐。我们还发现了一家三送饭，但它这家是有特色的，我感觉有很多东南亚特色的，叫那个 Nasi Lemak 笑然后我还看到这个干排烧鹅，说实话这家我在香港都没吃过，因为它湾仔那家店我看经常排队。然后今天的重头戏就到了，我要吃这个辣椒螃蟹，这家是本地的朋友也推荐的，虽然就是有点贵。我在辣椒螃蟹和胡椒螃蟹中犹豫了好久，最后还是决定尝试辣椒螃蟹。还有一个特色菜是麦片虾，但是吃不了这么多，所以就留到下次来吃吧。这边的螃蟹都是现称的，但大小都差不多，怎么也要100多新币。我们还点了一个特色菜是葱姜炒鹿肉。它鹿肉的口感吃起来跟牛肉差不多。这个螃蟹真是超级大，然后上面裹满了辣酱，这里面还有蛋花，这个辣椒酱还是蛮辣的。如果你不是特别能吃辣的话，就不要尝试了。它还有那种咸蛋黄的，就是做法就不辣。这边还有一个特色吃法是用这种炸的黄金馒头蘸这个酱汁儿。这单还是蛮贵的，我们最后2个人消费了大概200新币，那个螃蟹就占到了180。这又是一天，我们去市中心看一下，就大概是在 Raffles City 和 City Hall 之间。这边有很多历史上遗留的英国殖民时期的建筑。好了，我不想照了，太累了。这个是新加坡的美术馆，我觉得那圆圆的东西好像那个伦敦那个 St. Paul's Cathedral。
哦，你快看这个中银，这个其实跟香港的那个老中银大厦风格还是一致的。它前面这个狮子的造型就是极简的狮子，我觉得相当好看。后来我们中午呢就来到一家商场吃这个松发肉骨茶。这家店跟亚坤比较像，就是很多地方都有分店，所以是很容易吃到的。这边的肉骨茶是清汤色，里面放了很多白胡椒。这里是糖，甜酱油。然后可以配一些这些辣椒吃，这个辣椒其实不太辣。它这个套餐里还包含一份油条，油条裹着那个肉骨茶汤，特别好吃，我觉得比肉本身还好吃。在这个新加坡的肉骨茶其实是不放药材的，是以肉汤和白胡椒为主。我们在新加坡还发现了一个宝藏饮品，其实也蛮有名的，叫 Mr. Coconut。我就叫了最经典的这个椰奶冰沙，我觉得特别好喝，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加什么东西，而且还好便宜。这个应该是那种东南亚特色吧，这是拿那种芭蕉叶包着的，里面是鱼糕的东西，才0.9新币一个，几港币一个，你见过这样的吗？没有吧？然后晚上呢，我们就找到一家田鸡粥，这家叫牛逼，你别笑，这家在 Google 上的评分特别好。我们来的比较早，所以这个店里也没什么人，可能一般都是吃宵夜来这种地方吧，比较像大排档。这个田鸡和粥是分开的，我们要的是姜葱的口味儿。然后这个粥你现在看蛮浓的，但是你配上这个田鸡之后，因为它有酱汁儿嘛，就会稀一点。我这个田鸡特别嫩，我不知道老板是不是现杀的。然后最后一点点肉也不要放过。这个白花蛇草水有没有人喝过？吃完饭我们就去消消食儿，来到这个超级树这边。就亲眼看还是觉得挺壮观的。而且最近是圣诞节，所以搞了很多这种漂亮的灯饰。那大概就是每天晚上都有这些表演。那如果你想近距离看的话，是要买票进去的。从超级树那边走过来，大概走个15分钟就到达了金沙的商场。我觉得赌场间的商场还是就是富丽堂皇的风格吧。
然后搞一些这些喷泉。我发现为什么新加坡人特别喜欢喷泉呢？像我们只有2天嘛，然后每一顿都要好好珍惜，所以我们又加了一顿夜宵，晚上来到这个老巴沙，这边是以沙爹为最著名。你看这边有个沙爹一条街，烟火气特别的浓。我们这是有鸡肉、有牛肉，还有虾，就是烤的这个都焦化了。这个虾其实还挺好吃的，这鸡肉也很好吃，全都吃光了。好像新加坡的楼都很诡异，我们晚上看到这种楼就觉得就超现实，我不知道那个白的是什么东西。还有这种老式的建筑，现在都改成酒店了，下次有机会可以来住一住。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请点赞、点关注，给我们一点点鼓励。